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道物阅览。葛洪的《抱朴子》藏着中国古代道教思想的密码，其中的塞南篇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哲学辩论赛。辩论的核心问题尖锐又直击人心。如果老天爷真的是至高无上、绝对公平的神明，为什么孔子、周公这样的道德开模、天下大圣，最终却无法长寿久世？反而有些在世俗看来并不出众的凡人，却能得享不死之寿？神仙之说到底是道家的妄言，还是真的存在一套可学可得的修行方法？今天我们就跟着葛洪的笔触，走进这场魏晋时期的思想交锋，深度剖析这位道家百科全书如何以严密的逻辑为天道无为论和仙道可学论提供支持。葛洪他生活在东晋，是道教史上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他不仅精通道教的炼丹术、服食术，通晓医术，更擅长用严密的逻辑为道教思想辩护。塞难篇里的塞难2个字，意思就是解答疑难，堵塞诘问。葛洪专门挑了当时人们对道教长生理论最质疑、最难解的几个问题一一回应。而第一个抛出的重磅炸弹，就是关于命运不公的困惑。核心争议：圣人短寿，天道真的公平吗？质疑者先开口了，他提出来一个基于道德直觉的判断：蝗穷至神，复命宜君。老天爷是最高明的神明，分配命运就应该一视同仁，依照道德的善恶来决定。可为什么像乔松、赤松子这样的修仙之人，在世俗的看来可能只是方士或隐士，能得不死之寿，而周文王、孔子这样的大圣人却没有长命百岁的福气呢？这个问题放在今天也很有共鸣。我们总说善有善报，可现实中好人不长命，祸害以千年的困惑古已有之，这似乎直接挑战了天理和道德的联系。葛洪的回应：天道无为，命有所指。面对这个尖锐的提问，葛洪没有回避，反而抛出了他的核心观点，也是道家的自然观的精髓：命之修短，时有所指，受气节胎各有星宿。葛洪说一个人寿命的长短，其实早就由他出生时的遭遇决定。这个遭遇并非指后天的环境，而是在母亲腹中受气节胎的那一刻，每个人所禀受的先天之气和星宿之位。他进一步解释了天道的本质，说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无情无数无比无次也。天道是顺其自然的，他不会刻意干预，既不会特别偏爱周孔这样的圣人，也不会特别疏远乔松那样的凡人。人禀受的星宿分2种，命属生星，命里和生星相连的人天生就好仙道，他们的心性体质与修行之道相合，只要去追求，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的人天生就不信仙道，即便仙道摆在眼前，他们也会排斥，不愿相信，自然也就不会去修炼成仙的本事。为了让这个观点更易懂，葛洪举了个极其形象的例子，这就像金属在熔炉里融化，瓦器在陶窑里成型，熔炉和窑火只是提供了成型的条件，但金属最终是锋利还是迟钝，铜铁之利钝，瓦罐是端正还是歪斜，稳英之邪正，全看世欲所遭及最初的禀赋和才智，非复炉灶之事也。人的命运也是如此，天地就像熔炉窑火，只是提供了生存的环境，而每个人的禀赋和寿命早就由最初的所禀定好了，与道德高低无关。关键论证：天地不造人，万物皆自然。驳天地匠成论。质疑者肯定不买账，他反驳说，优秀的工匠做东西全靠自己的手艺，老天爷既然由神明之力，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你却说人的命运是各有所值，不是上天造就的，这实在让人困惑。这一下就把辩论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到底是天造人还是人自造命？葛洪的回应堪称古代版的自然演化论，或者万物并生论。葛洪的自然论，天地与万物各为一物。葛洪说你想想宇宙最初的样子，浑茫剖判，清浊与沉，或生而动，或降而静，彼天地犹不知所以然也。混沌初开，清浊二气分开，有的气上升形成天，动个不停；有的气下沉形成地，静而稳定。就连天地自己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
发生的，是纯粹的自然规律。万物感气，并亦自然，与彼天地各为一物。万物都是感受气的滋养而生成，全是自然规律。它和天地一样，各自都是独立的存在，只是形成的时间有早有晚，体型有大有小罢了。为了打破天地是万物父母的固有认知，歌宏举了一串生动的例子，我们可以分成3类来理解。身体内外的关系，人的肚子和后背包裹着五脏六腑，但五脏不是肚子后背长出来的；皮肤包裹着气血，但气血不是皮肤制造的。天地虽然包容万物，天地虽含囊万物，而万物非天地之所为也。万物绝不是天地造出来的。生物与环境的依存关系，草木靠着山林才能发芽生长，但山林并没有刻意去培育草木，山林非有是言。鱼鳖靠着水泽才能繁殖后代，但水泽也没有特意去养育鱼鳖，水泽非有为焉。普通人看到天地大，万物小，就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万物是天地的子孙，这其实是搞错了平台和造物主的关系。寄生与自生关系，最有力的例子是寄生。夫狮生于我，其我之所作。狮子离开人就活不了，但人不是狮子的父母。还有篾萌在醋里繁殖，灵芝长在木石上，绿萝在松枝上攀附生长，这些都不是醋、木石、松枝刻意创造的。万物盈乎天地之贤，其有异乎斯哉？天地之间的万物和这些例子有什么区别呢？它们都是感气自然而生。类比推证天人同受自然约束。接着葛洪又从人和天的类比进一步论证天道无为，人不能自知身体老少痛痒的缘故，天亦不能自知自身盈缩灾祥的原因。人不能使自己的耳目永远聪明，气血永远通畅，天亦不能使日月不发生日食月食，四季不出现错乱。这段话的智慧太惊人了。葛洪其实在说，天和人一样都受自然规律的约束，不是万能的主宰。既然天连自己的身体，也就是日月四季都掌控不了，怎么可能去决定人的寿命长短呢？3. 深度论证，圣贤受邀，天之无为明矣。为了让这个结论更有说服力，葛洪把话题拉回了最亲近、最能体现有为力量的关系——父母与子女。生我者父也，慎我者母也。犹不能令我行系必重视，姿容必邀力，性理必平和，智慧必告远，多治我气力，延我年命。连赋予我们生命的父母都无法决定我们的容貌、性格、智慧和寿命。现实中，有的孩子又黑又丑，矮小孱弱；有的耳聋眼盲，愚顽不化。父母想要的和孩子实际得到的往往不一样。连最亲近、最直接的创造者都做不到，更何况辽阔遥远的天地呢？自我掌控的局限，我自有身不能使之勇壮而不老，常见而不急，喜怒不失仪，谋虑无悔吝。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和心性。我们不能阻止身体衰老，不能避免生病，不能保证情绪永远适宜，谋划永远无悔。父母和自身已经是与我们生命最亲密、最有掌控力的存在了，但他们都无法绝对影响我们。天地亦安得与之之乎？归谬法证明天道的不完美即是无为。最后，葛洪抛出了一个逻辑上的归谬法论证。如果人和万物都是天地刻意创造的，那天地应该让所有事物都美好，没有丑恶，都成功，没有失败，所有生命都能顺遂如意。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贤不必寿，愚不必夭，善无尽福，恶无尽祸，圣德哲人，秀而不实，窦公庸夫，年及120，道哲穷凶而白首，庄却极恶而黄发。天之无为于此明矣。天道顺其自然，不以道德或功业来干预人的寿命。圣人的死不是天所杀，圣人的生也不是天所赋予。寿命长短完全取决于其先天禀赋的自然进程。因此，大寿之事果不在天地，先与不先，绝非所指也。4. 儒道之争，孔子说有死，老子说可学，谁对谁错？前面的辩论只证明了长生不属于天道的赏罚范畴，但仙道是否真的存在，依然悬而未决。
质疑者紧接着问：孔子说人人都逃不过死亡，老子却说神仙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我宁愿信奉信而有征的儒家圣言，也不信淡而难用的道家学说。葛洪作为道教思想家，必须回应这个儒道权威性的质疑。葛洪的儒道定位：道为源，儒为流。葛洪没有简单的否定儒家，而是提出了一个道本儒末的全新框架。仲尼，儒者之圣也，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老子，得道之圣也，道亦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核心论断：道者万书之源也，儒者大纯之流也。葛洪用比喻来强调道的根本性，就像人们只欣赏树枝上的花叶，儒教却不识花叶生长的根本是树根，道教就像看重明珠，却不知道明珠出自深渊，喜爱和氏璧，却厌恶出产和氏璧的荆山。他指出，养性是道的余，而礼乐是儒之末。遵从儒家是因其移风易俗，遵从道家是因其不言而化形，并非只为养生一事。孔子服道的证据，葛洪引述历史事实证明，孔子内心是信服老子的。孔子曾恭敬地向老子请教，并称赞老子像龙一样深不可测，自己知鱼了，却不识龙。这与颜回赞叹孔子摘之在前，忽然在后，酸之弥坚，养之弥高的感受境界是相通的。孔子不学仙道的原因秉性不同。既然孔子信服老子，为什么不跟着他学仙道呢？葛洪再次将话题拉回了秉性。一名所秉有自然之命，所上有不义之性也。这恰恰证明了每个人的禀赋和追求是不同的。孔子虽然知道老子玄妙，但他的禀赋和心性无法让他汲取道家的清虚的本源。他向老子请教的也仅限于明显之事。孔子一生务在匡时，一心想救世。他仰悲奉明，叹息天下无道；俯叹刨瓜，叹息自己怀才不遇，无法被君王启用，孤之恐不受，担心自己的主张卖不出去。这样一个汲汲于功业的人，怎肯舍弃经世记名的功业，去修炼看似迂阔的养生之道呢？老子也曾告诫他要去子之娇气与多欲，说明孔子不免于俗情，非学仙之人。5. 难易之辩，儒易中难，道难中易。既然儒道各有其道，那么在修行和实践难度上孰高孰低？葛洪给出了一个极富哲理的总结：儒者之易中之难也，道者之难中之易也。道家之难，难在入门，舍弃世俗，弃交友，委妻子，谢荣名，损利禄，克制淋浴，歌灿烂于其目，亦酣锵于其耳，心性磨砺，田于进退，独善守己，傍来不弃，遇志不喜，笃贵不欲，居见不耻。道家的难在放下，要割舍名利、人情、欲望，达到心如止水，这几乎是在反抗人性，故其入门其难。道家之易，意在坚持，无俗世烦扰，出无庆调之望，入无沾世之责，无学术重负，不劳神于七经，不运思于律例，身心自在，众凡既损，和气自益，无为无虑，不触不替。一旦放下，道家修行立刻变得简约而容易，没有了外界的烦恼和学术的重负，心神清净，和气自然增长，这便是难中之易。儒家易中之难，儒家之易，意在入门，规范现成，修行皆宪章成式，出处有则，余墨虽实。有诗可循，诗则循必无而可求，书则因解注以适宜。儒家的义，意在有标准，有参照，有老师，有经典，有注解，遵循规范即可入门。儒家之难，难在精通，知识渊博，钩深致远，错综点坟，该河洛的积极，博百世的云云，德行完美，格行基于横向，忠贞近于事君，言行楷模，举止为世人之所责，动唇为天下之所传。儒家的难在圆满，
不仅要求知识达到无所不知的程度，更要求个人德行完美无瑕，一言一行都要成为天下人的榜样。这种入世的压力和对完美的追求，使其成为易中之难。葛洪的选择，儒业多难，道家曰易，无以患其难易，将摄而从其易焉。葛洪最后坦言，他认为儒家的事业困难太多，道家的修行简约容易，他选择放下难的儒业，追随容易的道家。他也预见到了自己的选择会被世人嘲笑，但依然坚持己见，希望未来能遇到志同道合的同道者。6. 收尾交锋。为什么聪明人也会不信神仙呢？管窥之弊。质疑者抛出了最后一张王牌，权威否定。他说，我见过那么多高人硕儒，他们都穷尽的道理研究了有无之尽，可他们都不相信仙道。你葛洪才能平庸，怎敢独持此论？葛洪没有被激怒，他承认自己是庸夫尽才，但他找到了推论大道的方法。他说，曾以显而求，呼之隐；以易而得，知乎难。笑其小验，则知其大效。通过眼前显而易见的小验证，推知大道隐蔽而深远的奥秘。俗儒之病，偏枯居细，小瑕自累。葛洪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高人硕儒不信仙道的根源，盲目自信。这些人大多有世俗的聪明，掌握了当官的技巧，读过一些辅助教学的书籍，就认为自己能独断之，觉得世间没有什么幽深隐蔽的道理是自己不懂的，于是便固执地认为我谓无仙，仙必无疑，偏枯居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颇有聪明而偏枯居细，以小强自累。他们有小聪明，但被这种小聪明束缚住了视野，不肯承认自己有不懂的地方。这就是管窥之狭见的悲哀。用主管看天，视野狭隘；用1丈长的短绳去打白人深的井水，没打到水，却抱怨井里没有水。不是井里没水，是绳子太短，感官的不可靠性。葛洪进一步提醒，连我们最信任的感官都可能是错的。听声者莫不信我之耳言，视行者莫不信我之目言，而或者所闻见言是而非，然则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既然我们耳目所闻所见都有可能是错的，那么心里的推测就更不可靠了。心之所度无形无声，比视听更难察觉，却用自己有限的心思去断定世间最遥远最玄妙的神仙之事，说神仙是虚言，这不是必哉，太愚昧了吗？7. 总结与升华，为可饮之者留一盏灯。葛洪用一段充满感慨的话，总结了自己写《塞难篇》的初衷。他知道人与人之间对美丑、雅正、真伪的判断永远无法统一。神仙之事，视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又何贵乎达者哉？神仙之事是世间最玄妙的事情，想让所有人都相信，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每个人都能明白所有道理，那通达之人还有什么可贵的呢？葛洪知道自己和那些坚信无仙的人争论，只会让对方更加固执，白白增加纷争。但他选择写下这些文字，是为了寄夫可上可下者可饮之耳。只希望那些还没有完全固执己见、心向大道的人，能够被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至于那些本性难移、闻而大笑者，古代的圣贤也没办法，他也只能作罢。葛洪的《塞难篇》从来不是要强迫所有人相信神仙，而是在向世人揭示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正的天道是无为的，它不以道德论长短，不以功业定受邀，它为万物提供了平等的平台。但每个生命体所携带的先天禀赋、星宿，决定了其对道的认知和追求。仙道长生非天所与，而是内修所得。圣人为何不长寿？因为他们的禀赋不在于九世，而在于教化。仙道真的存在吗？对于那些命属生星且能放下俗情，克服道家入门之难的人来说，它真实存在，且求之亦必得。鲍朴子留下的是一份对自然、生命和信仰的终极辩护。他不是在辩论一个事实，而是在捍卫一种选择。看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开头的问题，你觉得命由天定和事在人为之间该如何平衡？
在你的生活中，你又属于葛洪所说的命属生星，还是命属死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下期再见。